配合点，否则追杀我的人找进来，你也得跟着死。滚开！由不得你。怎么，你家婆娘肯放你出来了？脱衣。男子不从，推他。秦婉嫣一拳撞入他腹部的伤口。给我脱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。男子闷哼，死死揪住秦婉嫣的衣裳，猛地一扯。秦婉嫣顺势后仰，被压在茅草堆上。男子似乎伤得极重，很快就撑不住，埋头下来，紊乱的气息洒在他细嫩的肌肤上，灼热酥痒。死鬼，让我等这么久！你说呀，啥时候休掉那婆娘娶我进门啊？呸！下流胚子，碍老子的眼，杀他们！行了，那臭丫头不在这里，你别胡来，赶紧去别处找找。我去，真是晦气！危机解除，刚才还抱着男人不撒手的女子顿时清醒过来，一把推开了男子。她是苍岩国镇安将军的嫡长女，也是穿越自现代的佣兵军医。2年前，原主被后娘送到乡下寄养，染病身亡，她穿越而来。这几日，原主的祖母病危，要见她最后一面，秦家才派人来接她回去。只是接她的人还没有来，杀手就先来了。她躲入这个茅草屋，没想到恰巧遇到这个负伤的男人，做了一场戏，算是躲过了一劫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还想做什么？救你。你刚才帮了我，现在我来救你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不需要。我不喜欢欠人东西，欠了就一定要还。秦婉嫣容不得男人反抗，一把将他推到墙上，凝神把脉。你治不了我，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这个女人一点内功都没有，还想治我，简直痴人说梦。外伤可以忽略，内伤伤重要害，必是1个时辰前被偷袭所致。你底子够硬，可以自行疗伤，可惜刚刚耽误了最佳自行疗伤的时机。你现在非常危险。怎么，我诊对了？脱衣。什么？秦婉嫣不耐烦了，直接上手。住手！男子想拦，秦婉嫣直接将他摁住，3两下就敞开了他所有的衣襟，然后在男子想要杀人的目光里，伸手点住了他几处穴位。这世上只有我不想还的，没有我还不起的。半个时辰，我定会让你痊愈。你会为今日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真吵！秦婉嫣直接伸手封住他的哑穴，他取出随身携带的药瓶，倒出一颗红如血、饱满圆润的种子，熟稔的扬起手，将血色种子射入男子腹部伤口中，种子顿时融入血肉。很快，男子伤口处长出了一条细小的藤蔓，藤蔓生长的异样感觉令男子的身体顿时僵住。放松，否则痛死了我不负责。痛？这女人到底做了什么？不到半个时辰，男子像是被吸收了一样，伤口上的藤蔓渐渐消失在血肉中，他的伤口也渐渐愈合。秦婉嫣轻身去解布条，刚解开，男子侠眸微睁，猛地拉住他的手。非针灸，非学宫，你用的是什么旁门左道？旁门左道？你不妨看看自己的伤口。男子低头看去，才发现伤口居然已经结痂了。少见多怪。你已痊愈，你我一笔勾销了。再见。等等，留下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你还不配知道。男人眼底闪过一丝异色，但也没有再问，只是盯着秦婉嫣的背影，直到消失不见，才再一次抚上腹部。
在与这个女人接触的过程中，他居然感觉到了痛觉。这就是痛。男子看向手中的玄色玉牌，这是刚刚拽住秦婉嫣时他从她腰上摘下来的。玉牌厚实，一面刻着镇安二字，另一面印着一个秦。天刚微亮，玄夜的更夫敲响了最后一梆子。皇城的街道上，秦婉嫣已经在赶路，她衣裳污损，面容憔悴，显然体力不支，但仍脚步匆匆地走到镇安将军府秦家门口。干什么呢？我是秦婉嫣，开门。哪个山沟沟里跑出来的野丫头，也敢冒充我们大小姐？秦婉嫣想拿出玉牌自证身份，却摸了个空。好个顺手牵羊的贼，你过来一下。小丫头，莫非瞧上了大爷我了？话音落，秦婉嫣就一脚狠狠踹过去，正中门卫头的命根。秦婉嫣一把将人揪起来，拔下玉簪刺在脖颈上。现在认得我了吗？快给大小姐开门，快点！秦婉嫣把门卫头丢开，腰背笔挺，大步往里走，飒爽冷傲。秦婉嫣，你怎么没死？是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看祖母，让开！秦婉嫣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按规矩，你还得喊我一声母亲。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？滚开！你要造反吗？来人！秦婉嫣不搭理，在榻边坐下，拉起老夫人的手，暗中掐住穴位。昏迷的老夫人突然就动了，拉住秦婉嫣的手。袁丫头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奶奶，是我。袁丫头，你若是有怨，就怨祖母吧，别怨李氏。他罚你去乡下，也是为了你好。母亲，严丫头也知道我是为她好，如今她知错了回来了，我定会为她觅一门好婚事的。您还想交代什么？赶紧说吧。严丫头，你娘留给你的嫁妆一直由我保管着，钥匙就在你的玉牌里，等你。话还未说完，老夫人就放开了秦婉嫣，再次昏迷。秦婉嫣不动声色，玉指按捻，将一粒血色种子植入老夫人的手背。把玉牌交出来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得喊我一声母亲。从今往后，这后院的一切都由我说了算。奶奶可还没断气呢。不是今日便是明日了，有区别吗？我不会让奶奶有事的。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没？啊？你倒是说说，你打算怎么让老夫人没事儿啊？在乡下什么都没学，就只学会吹牛了吧？说不定还学了医术，听听他那口气，好像他会治一样。不是我治，是我请11皇叔来治。派人把这封信函交给11皇叔，1炷香的时间，他定会赶过来。很好，来人，快去送信。记住了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信送到11皇叔手上。秦婉嫣，你个死丫头，居然敢这样冒犯11皇叔，你就等着被治罪吧。我若请来11皇叔为奶奶医病，你要如何？你若请不来，又当如何？我若请不来，嫁妆给你便是。你若是请来，
本夫人随你处置。好，立字为据，不许反悔。来人，笔墨伺候。一炷香的时间很快就到了。老夫人下减有瘤，眼眶溃疡，下减内刺为肾，久治不愈。并发前，老太太经常晒太阳。老夫人中午都要晒太阳的。此眼疾乃慢疾，直接见阳光会加速病程恶化。如今已累及五脏六腑，危及性命，需马上换眼，否则撑不住今日了。只要能救家母，区区一双眼睛，算不上什么。你的眼不适合，得尽快寻一双适合的。来人，把府上所有人都喊过来，快！十一皇叔查看了一圈，摇了摇头。那要怎么样的眼才适合？皇叔还未检查母亲的眼睛。母亲向来孝顺祖母，一切以祖母为先。我娘亲在世时，时常都自叹不如。倘若母亲的眼睛是合适的，母亲必定会很高兴吧？那是自然，我天天在佛堂求菩萨。如果能让老夫人活着，这我10年20年寿命我都愿意。皇叔，您再好好瞧瞧，我这眼到底能不能救老夫人？要是能救，您马上取走。正合适，就你了。我？对，你的眼睛非常合适，取双眼眼珠便可。取刀来。什么？夫人如此深明大义，乃秦家之幸，往后的日子为夫会。我不要！将军，您不能这样对我！我不要！我不想变成瞎子！我不要！好啊，你让本王好好瞧你的眼，说合适就取。呵呵，你耍本王开心呐！秦武达，枉你为苍岩第一大孝子，竟连一个妇人都舍不得。十一皇叔，求求您救救母亲！一屋子人紧跟着跪下，偏秦婉嫣站着。小丫头，他们都求我，你为何不求？十一皇叔如此洒脱之人，若是人人跪拜恳求便答应出手相救，那就不是十一皇叔了。我信皇叔自有定夺，因此不跪。好，看在小丫头的面子上，今天这双眼睛我不要了，人我救。行了，你们这群人都散了吧。小丫头，你留下。秦大将军不敢多言，连忙带着人退下。说吧，你和神医慕云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十一皇叔觉得，什么样的关系能让慕云出面呢？也罢，你是恩师要我照顾的人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尽可说与我，我定会按恩师的吩咐助你一二。倒还确实有。昨晚我被贼人追杀，逃亡途中恰好遇上一男子，我看他气度不凡，想是皇家中人，不知皇叔是否认识？秦婉嫣跟十一皇叔描述完男子的身材和外貌，十一皇叔皱眉思忖，内心有一个人浮出水面，但话到嘴边却说：我回去差人帮你留意留意。婉嫣谢过十一皇叔。秦婉嫣，你这个贱人竟敢欺负我娘！本小姐今日不打到你跪地求饶，就不姓秦。不姓秦，那你打算姓什么？秦婉嫣，想不到你这个贱婢去了乡下几年，居然还长能耐了。你是不是忘了你曾经跪在我胯下学狗叫的日子了？几个丫鬟纷纷挽袖上前，打算跟2年前一样狠狠教训这个大小姐一顿。结果不等他们靠近，秦婉嫣率先出手。脸被打成猪头的秦茵茵哭着凶狠道：秦婉嫣，此次进宫选秀，我已拔得头筹，我很快就会是9殿下的人了。你竟敢打未来的9皇妃，你等着送死吧！醒醒吧，
那个男人瞧不上正安将军府，更瞧不上你。九殿下驾到！定是来下聘提亲了。秦婉嫣，我看你今天是怎么死的。秦府大堂，恭喜大将军，皇后娘娘为九殿下选秀，挑中了令千金。陛下，皇后娘娘昨儿一早派人来，说接小女入宫选秀，并未提及九殿下。末将若早知如此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小女进宫的。莫非大将军觉得我家殿下配不上令千金？不，末将不敢，是小女配不上殿下。太子结党营私，诬陷忠良，排除异己，德不配位，末将敢怒不敢言已久。末将愿倾尽所能，任九殿下差遣，誓死追随九殿下，请九殿下网开一面，末将定当。没有证据的事，大将军不可乱说。来人，还不把东西都送进来！不一会儿，一个个贴有大红喜字的箱子被搬了进来，这分明是聘礼。大将军还不速速让令千金来见？是。来人，快把小姐叫过来拜见九殿下。很快，秦依依就来了。哎呀，九殿下，您得为依依做主啊！她的长姐秦婉嫣嫉妒依依得了恩宠，竟对她拳脚相向，还自恃有11皇叔的偏爱，说不管依依嫁给谁，她都照打不误。九殿下，求您为依依做主。秦婉嫣是嫡长女？是，她是先夫人所出。穆无伤握了握手里的玉牌。本王要见她，马上。不多时，秦婉嫣来了。臣女秦婉嫣参见九殿下。穆无伤人在幕帘后，隔着珠帘细细打量他，耐心十足。臣女秦婉嫣参见九殿下。本王等你很久了。这声音。秦婉嫣抬头看去，那堂罗汉榻上倚坐着一个男人。那个顺手牵羊的贼，竟然是九殿下穆无伤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再说一遍。臣女姓秦，名婉嫣。怎么写的？写来本王看看。秦婉嫣眸光寒了3分，却还是在送上来的宣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穆无伤看着他，等着。秦婉嫣只得拿着写有他名字的宣纸走入内堂，亲自将姓名呈到穆无伤面前。秦婉嫣，本王配吗？果然被记仇了。九殿下，如果没有记错，2天前在茅草屋救了您性命的人是我。秦婉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九殿下既已下聘，依依便是您的人了，还请您降罪这个胆大包天的逆女，给依依一个交代。哦，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冒犯了本王，还敢冒犯本王的准王妃？你同本王讨一讨饶，或许本王能饶你一回。办不到。秦依依确实是我打的，我不过是将她过往多年施加在我身上的还回去而已。我不后悔，也不会道歉。九殿下若只听片面之词，护短准王妃，那要怎么罚？臣女只能悉听尊便。九殿下，这个逆女太过分了，不仅不认错，还反打一耙重伤依依，污蔑您护短，简直罪不可赦，一定要罚到她心服口服，否则不足以服众。九殿下，这个逆女以为有11皇叔依仗就可以无法无天了，怕是连您都没放在眼里了。您瞧瞧，依依都被她打残了呀！打残了？打残了！既把准王妃打残了，就替嫁来偿吧。什么？不！
秦婉嫣抬头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只见谷雨递上笔墨，穆无伤亲自在订婚书上写下秦婉嫣的名字，丢给秦大将军。人，本王定了，婚期在议。我不可能嫁给你。不可能。穆无伤骤然眯起狭长高冷的桃花眼，步步逼近秦婉嫣，哪知道穆无伤却直接将他给逼咚在墙上。秦家大小姐不懂医术，过去2年你也根本没住乡下，不想嫁也可以。告诉本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的医术出自何处？为何要冒充秦家小姐？早知道你会反咬人一口，当时就不该救你。救人一命，以身相许。用九王妃这个身份报恩，你够本了。你，九殿下息怒啊！我们家燕丫头在乡下2年，无人管教，把规矩忘了，意志不敬。追究起来，全都是老身这个当祖母的错。老身愿替她受罚，求九殿下网开一面呐！怎么办？于这个身份，于老太太秦婉嫣都不能跟眼前这个在苍岩国只手遮天的男人撕破脸。权衡再三，秦婉嫣当机立断：臣女奸细过度，以致口误。能嫁给九殿下，乃3生有幸。3生有幸，挺好。本王也觉得能与你相识，实在3生有幸。你说是吧？准王妃，都平身吧。准王妃本王见过了，这桩婚事本王很满意。他怡然起身便要离去。等等，把玉牌还给我。婚都定了，且当给本王的定情之物了。大小姐出事了，2小姐死了。尸体呢？找过了？应该是没有尸体的，否则怎么找替身啊？主子果然料事如神，大将军做了一场戏，被烧在闺房里的是从乱葬岗拉来的替身。昨晚啊，2小姐悄悄出城了。秦英去哪儿了？今天一早，老夫人把李氏贬为侍妾，大将军求情了，说是少将军是秦家独苗，他的生母不能侍妾，所以老夫人还是让步了，禁足他3个月，不过收了库房的钥匙。还真是母凭子贵啊！从今日起，你守好李氏。是，大小姐。林沈退下后，随后他开窗吹了一声响哨，很快一道火影就从窗外飞掠而入，落在桌上。秦婉嫣将林沈写的地址连同一个密函绑在火舞脚上。去吧。火舞如离弦利箭，扑腾了一下翅膀，向窗外疾掠而去。穆无伤怕是忘了本宫是苍岩的皇后，本宫定的人，他竟敢换掉。他这是当着天下人的面踩在本宫的头上来，欺我太甚。还有秦家那个嫡女秦婉嫣，听说是个软弱无能的丫头，刚从乡下回来。穆无伤要忤逆本宫，好歹换一个上得了台面的。今日九殿下可进宫了？回娘娘话，今日是九殿下陪皇上下棋的日子，奴婢方才打听了，皇上下朝后精神还不错，传了九殿下。很好，去秦家传秦婉嫣入宫。九殿下既然对本宫选的人不满意，本宫倒要看看他选的人能不能让本宫和皇上满意。时至午时，秦婉嫣到了宫中御花园的归云阁。有毒！秦婉嫣步入内阁，在一幅挂画前止步。挂画空空如也，只有一个枫叶形状的印章。
此乃天下第一画师公子丘封笔之作。穆无伤以天价拍得，献给康治皇帝做寿礼。身为公子丘的头号画粉，康治皇帝将此画视为第一心头好。然而这会儿，这幅画却被溅了酒水，在装裱的明黄绸缎上2、3道，差一点点就沾上画纸了。嫁祸！秦婉嫣心下了然，端起酒壶就泼向画纸。秦婉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宫设宴款待你，你竟敢毁坏皇上的画！来人，快报皇上！康治皇帝和穆无伤抵达归云阁的时候，整个归云阁已经被侍卫包围起来。皇上，臣妾对不起您，臣妾没能拦得住秦家小姐，臣妾有罪。会镇空者，杀无赦。还等什么？替朕杀了他！求我，有用。保你怎么来的，怎么回去。求这个字，你这辈子都别想。陛下，你可知何谓空？你可懂得什么是大罪浮生空，缘起缘灭，万法空？这句话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仅知道，还参透了这句话的意思。不信，陛下您看。康治皇帝回头一看，只见背后空上被新泼上去的酒正慢慢的被吸收，一道道墨迹竟然接连浮现出来。大醉浮生空，难道说这话并非空纸，而是需要让纸喝醉了，画才能显现出来？这些酒还不够这幅画大醉一场，陛下不如亲手泼酒，让画更醉一些。来人，拿酒来。康治皇帝起了兴致，亲自泼酒，整副空都湿漉漉的，墨迹慢慢的显现，就好似有一支无形的笔现场作画。世间竟有这等画法，不愧是公子丘，妙妙啊！那后半句缘起缘灭，万法空，你怎么看？那就得先醒酒。醒酒？秦婉嫣令人找来一个巨大的木桶，装满了清水，将空平铺放水中。只见整幅画的彩墨竟同一时间脱离画纸，在水面上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彩色画作，竟是苍岩皇都繁华的街景图。然而没一会儿，漂浮在水面上的彩墨画突然全朝中心聚拢，最后聚成了一大片斑驳的彩墨。这怎么散了？醉时万法空，醒时是万象。画中藏画，昙花一现，始也空，终也空，此画是为空也。公子丘并不曾公布过彩墨画法，你如何知晓得这般清楚？民女乃公子丘铁粉，自是知晓。铁粉？这是坊间新流行的词，意思是非常喜欢某个人。如果对其作品为人都非常了解，喜欢到底，绝不移情别恋的话，便可称为铁粉。有趣，这么看来，朕也是公子丘的铁粉。此话另有一番含义，怕是关乎皇上龙体安康的。民女不知是当说不当说。民女方才见皇上咳而上气，喉中水积声，应该是喘鸣之症。而此画的彩墨恰恰皆是治疗喘鸣之症的良药。秦婉嫣将彩墨捞出，过滤掉水，得到一撮湿漉漉的彩色粉末。此乃灵黄石、朱丹石、硝石、霜石、青石、绿土、赭石等粉末，皆是治疗喘鸣的稀世良药。其中霜石更是百年难见之物。此画乃先进派后作画，所以臣女推测，公子丘这幅画是专门为皇上所作，借画献药。这药矿石该如何使用？可有药方？是治标还是治本？且慢！
秦大小姐并非大夫，公子丘亦非大夫，如何知晓皇上病症详情？如何对症下药？涉及用药治病，攸关性命，还望皇上三思啊！圣王殿下驾到！来得正好，快传。听闻皇上龙体欠安，臣特意赶来。呵呵，如今看来，臣是瞎担心了。皇兄来得正好，快瞧瞧这彩墨。药矿，此乃药矿，连黄石、朱丹石、硝石、双石。皇兄，你确定这些都是药矿石？臣可没那么大胆敢骗你。皇上，这些彩墨你留着也没用，赏给臣，臣有用处。皇兄，你千万看清楚了，此药矿可能治疗皇上的喘鸣症。药矿能治喘鸣症？这个嘛，容我想想。他朝秦婉嫣看去，却见秦婉嫣也看向了他，并朝他微微点了点头。我想起来了，能治是能治。丫头，这药当如何调配？此乃精华，以温水吞服便可。服药后会腹痛片刻，请皇上忍耐片刻。康治皇帝服下药，入口后顿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。过了半盏茶的时间，康治皇帝的疼痛渐渐止了下去。奇药，果然是奇药。皇上经脉象稳定，真元见影。丫头，这怪症的病因是什么？用这药矿治疗的药理又是什么？赶紧跟本王说说。臣女只是在老前辈那里见识过他医治这种病，具体的病理药理，臣女就不明白了。只是听老前辈说，这种病症同其他喘鸣一样，是有过敏源的。是什么？秦婉嫣转身朝苏皇后看去。你看我作甚？皇上患病那年，太医都查遍了，本宫这里怎么可能会是过敏源？臣女并没有质疑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紧张什么？臣女看皇后娘娘是想告诉娘娘，皇上会得此怪病，应该是后宫妃嫔中有人使用了来自落云山兰花研制的脂粉香无痕。皇上，臣妾不知此香无痕会治怪病。当年皇上初次病发，11皇叔和太医都排查过过敏源，臣妾万万不敢有谋害皇上之心，请皇上明鉴。皇后娘娘既用了香无痕，就万万不可再靠近皇上，关乎皇上龙体安康，皇后娘娘当谨慎。此事，皇后即便是无心之过，也罪不可赦。来人，把皇后带回宁和宫自省，身上留香不除，不得离开宁和宫半步。今日起，后宫事务交由于妃代理。秦婉嫣破解化名有功，要什么赏赐，只管提来。软禁夺权，早知如此，本宫就该杀了你。这就输不起了。皇后娘娘设局害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会有现在的结果？你给本宫等着！陛下方才说要赏臣女，可算数？自是可以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谢陛下。皇后娘娘以采杖之礼接臣女入宫，臣女极喜欢那采杖，想以采杖之礼归家，望陛下许可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你既与九歌酒殿下订婚了，采杖自是少不了。朕赏你一样东西，就当是给你这个准九皇妃的贺礼。赏赐很快就送上来，竟是皇族才能使用的流苏彩步摇。臣女谢陛下赏。九歌酒殿下择妃的眼光不错，你记得时常进宫来，陪朕赏画。臣女记住了。得了赏赐，秦婉嫣跟11皇叔交代了后续配药以及服药事项，便告退离开。然而刚出归云阁没多久，木无伤就追了上来。写喘鸣，当真有过敏源，
九殿下不必知晓。胆子越来越大了。秦婉嫣不想搭理他，穆无伤却突然伸手要拔他发上的彩步摇。秦婉嫣反应极快，抢先一步拔下彩步摇。穆无伤一手拽住他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来抢。秦婉嫣突然不躲了，持彩步摇直直朝穆无伤手心刺去。谁知穆无伤竟然不躲，刹那间彩步摇刺入穆无伤的手心。秦婉嫣的手僵住，穆无伤亦僵住，疼痛感由手心传上心头，但他还是没有松手，只是忽然抬眸定定地看向秦婉嫣。你输了。抢女人东西算什么本事？想要这步摇，就拿我的玉牌来换。换？既是定情之物，岂能轻易换回？哼，掏去的东西也能定情？要换就换，不换就放手。不换。穆无伤没放手，反倒用力一握，竟以内力将彩步摇上的彩晶石震得粉碎。这是御赐之物，你不要命了？穆无伤却从怀里取出来一只一模一样的流苏彩步摇，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插到秦婉嫣的发髻里。彩晶石这种俗物配不上你，这步摇且当本王还你的定情之物。说罢，穆无伤已转身离去。压下心头的烦躁，秦婉嫣转身离宫。殿下，您当真感觉到痛了？都说手心连心痛，原来是真的。九殿下，难不成秦大小姐就是您的命定之人？会是她吗？九殿下，人证物证都齐了，皇后娘娘用的是醉逍遥，要不要？用不上了，去查一查公子秋和神医慕云的关系。宣上，情报没错，这个女子不仅破解了公子秋的话，还给康治皇帝献药，还有那日同穆无伤躲在茅草屋里的也是她。有点意思，难怪穆无伤会选她。哼哼，秦婉嫣。主子，碧云阁都收拾好了，主子打算何时搬过去？碧云阁是老太太吩咐的，让您搬回去，还让人亲自布置了一番呢。李氏那边可有什么动静？来了2批人，都被属下处理了。苏皇后必不罢休，切勿大意。属下有数，主子放心吧。见天色差不多了，秦婉嫣换了一身男装出门，一道白日梦。主子，血亏啊！属下无能，请降罪。亏了多少？今日下注，苏皇后赢得高达1万两白银，下注您赢的不过1000多两。本来咱们稳赚，可谁知道都快收盘了，却来了个大户，一口气下注10万两黄金，赌主子您赢，所以……此人可有留名？没有留名，就戴了一个白色的狐狸面具，气度不凡，怕是大有来头。狐狸面具？对，他不要银票，要金条，属下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金条，让他等几日再来取。他倒是警示。主子，大多数人都赌你输，这人敢这么大手笔赌你会赢，难不成怀疑上你了？未必，聪明的人都会赌我赢，只是聪明人一般不上赌桌，那人既赢了，估计还会来赌第2次。主子放心，只要他再来，不管玩什么，属下都亲自奉陪，定把亏损赢回来。过几日是老太太的寿辰，寿礼照常准备，钱从我私户上支取。主子，您想给老太太送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着办。他说完就走了，留钱掌柜一脸茫然。这按理说随意送几样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就行了，可现在看主子的样子，似乎对老太太的寿宴上心了。主子，秦茵茵被劫走了。怎么回事？半途被劫，对方就2个人，
一男一女武功极高，还戴了狐狸面具。又是狐狸面具。主子，这狐狸是冲着秦家来的，还是冲着白日梦？又或者他知道主子您是……秦武达是个窝里横、窝外怂的家伙，从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而白日梦的敌人，我也都了解，应该不是。倒是穆无伤那厮，为人孤傲无情，做派霸道狠绝，鲜少留有后路。别说苍岩国，估计就是整个东云大陆都有不少仇敌。不，依我看，既不是秦家，也不是白日梦。别忘了，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人。您是说九殿下？同一日，一个面戴白色狐狸假面的仆人被偷偷带入到苏皇后的宁和宫。假面仆人递上一块玉牌。钱茵茵没死，她现在何处？我家主子说，只要皇后娘娘答应他一个小小请求，3日之后，秦家老太太寿宴，皇后娘娘必能一雪前耻。说吧，你想要本宫帮你们做什么？我们需要皇后娘娘协助我们放了一个人，尹娘。尹娘是你们的人？尹娘乃是要犯，1年前顶替秀女潜入后宫，引诱皇上，企图盗取军机，幸好及时被发现。如今她在天牢里受尽折磨，至今却都没有供出幕后正主。你家主子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家主子说了，他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皇后娘娘不能错过这个报仇的机会。我家主子有一妙计，定能保娘娘万无一失。假面仆人同苏皇后耳语一番。好，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尹娘的事，本宫一定办妥。假面仆人离开后，去传武郡主进宫。终于，狐狸假面出现了，驾着马车拉走了20万两金元宝。上官灿，还不快出来！放心吧，燕姐，跑不掉的。我才来就给我这么重的任务，得加钱。在我同穆无伤的婚约解除之前，你一个铜板都别想拿到。哇，燕姐你太狠了吧！说真的，九殿下可是全天下的女人都想嫁的对象，燕姐真的不动心？秦婉嫣一记冷眼飞来。燕姐，其实我也不同意这桩婚事。要是我哥出关后知道你同九殿下订婚了，他保不齐会疯掉的。我觉得你适合回上官堡。我错了，我马上干活。赶紧追，赶紧追，再不追真跑了。他利索的蒙上蒙面，揽住秦婉嫣的肩膀，踏空飞上屋顶。转眼间，两人的身影都消失在朦胧的天色里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一道紫色的身影飞掠过九王府高墙。有刺客！突然砰的一声，不远处屋顶瓦片凌乱飞起，只见一白一紫两道身影凌空而上，落在屋脊两端。你是何人？本座亲自驾临，九殿下不邀本尊进屋喝杯茶吗？本尊听闻九殿下负伤，特来探望，你们不必这么紧张。你怎么知道九殿下负伤的？那日劫狱的就是你的人。前几日有数名高手潜入天牢，想救走尹娘，被一直埋伏的九殿下撞了个正着。九殿下一路追出城去，不惜故意被伤，想引出正主露面，可惜撞上了秦婉嫣和另2个杀手，坏了好事。九殿下怎么连手也伤了？内伤恢复的如何？那日没有讨教，真真可惜啊。现在也不迟。今日本尊就亲自讨教讨教。声落，两人同时出手。
穆无伤一出手竟是绝杀，长剑横扫，剑芒凌厉，剑气以破山倒海之势呼啸而去。紫头男子始料不及，转攻围躲，却没有全躲过。他嘴角淌出鲜血，狐狸假面硬生生被剑气震出了一道裂痕。你竟然痊愈了！古雨，拖住他！他说罢转身就走。狐狸正主会找上门来，怕是声东击西，真正的目的是在天牢里的隐娘。几个回合将古雨等人全都击退，直追穆无伤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掌风扫过紫头男子的假面上，本就有裂痕的狐狸假面皲裂出无数破痕，刹那间支离破碎。紫头男子猛拽金鞭，急速后退，拉开安全距离之后，才缓缓抬起头来。九殿下，尹娘被救走了。什么？穆无伤，你还是迟了一步。这样吧，你若有本事逮住本尊，本尊就把尹娘交给你。他嘴角勾起挑衅的弧度，转身就逃。传本王令封城，除皇上口谕，任何人不许出入。穆无伤留下命令，直追紫头男子。另一边，秦婉嫣和上官灿仍在跟踪假面仆人。假面仆人在无人处停下，摘下了狐狸假面，竟换上了一身白日梦车夫的衣裳，才继续走。冒充白日梦车夫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怕是要送什么东西出城。嫣姐，这狐狸太不厚道了，赢了你的钱还想坑你，万一被查出什么来，白日梦必要被查封。跟紧点。马车兜了一会儿圈子，才驶入一条偏僻的小巷子，进了一处小院。只见院子里有数名狐狸假面，还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，连身高都相差无几的年轻女子。这囚衣，天牢重犯呐！嫣姐，这坑不小。谁坑谁还未必，怕是在等城门开吧。你去转一圈，探探里头的情况，顺道看看秦依依在不在里头。上官灿查了一圈回来，嫣姐，人都在这儿，没瞧见秦依依，动手吧。再等等。过了一会儿，竟有一个青衣假面匆忙赶到。计划有变，城门封了，你拉着马车在城里转，等消息，其他人按计划行动。秦婉嫣朝上官灿使了个眼色，上官灿抽出一双长短子母刀，飞落在院中。来来来，不想死的站到左边，想死的站到右边。臭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姐不让我说。不一会儿，所有假面全都被击倒，只留青衣假面一人。听好了，我姐问什么你答什么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老实回答，否则我一刀一刀阉了你。小的只是奉命行事，并不知道尊上是谁，只知道这囚犯是尹娘，原本要送出城去的，如今送不出去了。竟是细作尹娘，为何还要假冒一个？宫里有人算计，先救出真尹娘，再抓捕假尹娘回去。至于什么人，小的真不知道。秦音在何处？在秦家。小的过来时，听说已经送过去了。坏了！秦婉嫣打晕青衣假面，同上官灿交代了一番，转身便往秦家赶。林婶儿，燕丫头回来了吗？刚刚有人瞧见逃犯跑到这边了，你瞧见了没呀？奴婢刚在打扫屋子，没瞧见什么人进来。滚开！武娇娇迫不及待，一脚踹开屋门。奴婢一直守在这儿，真没瞧见什么人闯入。吴郡主会不会是瞧错了？错不了。怎么，你们秦家想包庇逃犯不成？郡主明鉴。郡主，我家小姐是九殿下的未婚妻，您带这么多人搜查她的闺阁，好歹等她回来了，先跟她打声招呼。你这个贱婢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奴婢只是提醒郡主，不看僧面，看佛面。
武娇娇一鞭子狠狠地抽在林婶身上。看佛面？看谁的佛面？秦婉嫣真以为九殿下会娶她吗？等她进了九王府的大门，再来跟本郡主炫耀吧。吴郡主，婉嫣是九殿下亲自上门定的人，聘书聘礼一样没少，容不得你如此诋毁。她的闺房更容不得你带这一大群大男人乱搜。我听说秦家到处跟人说九殿下会来秦家参宴，他来了吗？九殿下为什么会跟他订婚？全皇都的人都猜得到，你没好意思自欺欺人，脸呢？本郡主今日就是要带人上去好好搜一搜，谁再阻拦，以逃犯同党论处。话罢，他大步走上楼去，一群官兵紧随其后。闺房里，秦婉嫣早就听到楼下的声音，此时她正在帮秦茵茵紧急止血，而她面前却站着一个男人，穆无伤。穆无伤看到秦婉嫣进来也很意外，他追着紫瞳男子进来，却没有想到破窗而入后，萧无欢已经没了踪影，而地上正躺着被萧无欢捅伤的秦茵茵。怪不得把本王往这边引，一箭双雕。这陷阱不单纯是利用武娇娇揭发秦家欺君罔上，更是要污蔑穆无伤不满赐婚，杀人灭口。你去捉住武娇娇，你处理他。他们没有再说话，迅速分头行动。然而房门却突然打开了。秦婉嫣，原来你一直在家，好个缩头乌龟！给本郡主让开，本郡主要搜查朝廷要犯。你是郡主，但没有定罪的资格。还有，你非禁军边内，也没有资格入室搜查。秦婉嫣，你想用规矩压我？给本郡主听清楚了，我爹乃苍岩第一武官，皇都大提督，禁军总统领，是他让我替他来搜的。劳烦去告诉你爹一声，我这儿不方便。他若执意要搜，让他自己来。武娇娇从未被这般轻视过，她突然挥鞭朝秦婉嫣甩去。本郡主今日搜定了。秦婉嫣及时避开，武娇娇趁机一脚狠狠地踹开房门。官兵们要搜，武娇娇却拦下，她冷笑一声：哼，这闺房金贵得很，万一弄坏了东西，你们赔不起。不过本郡主赔得起。他狠狠甩了一鞭，将秦婉嫣书桌上的东西全扫落在地上。死到临头还装冷静。他一鞭子甩掉厚厚的帷幕，冲进屋里。须臾，里屋突然传出武娇娇无比惊吓的叫声：啊！谁叫你这么搜的？九殿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……滚出去！武娇娇转身跑出来。你们！他指着秦婉嫣，心堵得都说不出话来，最后哇一声大哭出声，冲下楼。你就没有别的法子吗？没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既然都传出去了，你我就顺水推舟把婚事办了。说什么？挑个日子，本王来娶你。想都别想。你刚说他们利用了武娇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见过那紫衣狐狸？还是认识？运气好，恰好撞见。你当本王这么好骗？岂敢欺骗九殿下？秦婉嫣转身，不料穆无伤一把拽住她的手腕。当真不说？秦婉嫣后仰挣开他的手，穆无伤伸手去拽，结果重心不稳，迎面压了下去。慌乱中唇瓣相触，刹那间两个人都僵住了。九殿下，皇上亲临天牢，非常生气，说是要你马上过去。门外传来了谷雨的声音，秦婉嫣和穆无伤这才缓过神，双双避开。属下打探到，太子已经抓到尹娘了。殿下，您快过去看看吧。他抓到尹娘了？那只狐狸会这么轻易放人？我不喜欢被威胁，尤其讨厌婚娶。
好好谈个条件，或许咱们可以合作。皇上那边交给我处理，保证比你自己处理的更漂亮。不劳准王妃费心，这件事我自会打理干净。城门还封着，何必浪费时间去挨皇上训？去抓真正的姨娘不是更好？木无伤转身眯起眼。真正的姨娘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九殿下若肯和我谈谈条件，那我便告诉你，我知道什么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我有我的秘密，也不想与你为敌，所以你别再试探我，更别再找我的麻烦。如果本王拒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哼，你父皇比你更想知道姨娘的正主是谁，不是吗？上次一不小心治好了皇上的病，这一次要是再帮他把朝廷要犯找到，你说他会如何待我？好，你的条件我答应。不过，本王要再加一个条件。说来听听。当本王的私家大夫，随叫随到。小病小痛的别来烦我，不包治百病，不赊欠诊金。成交。现在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了吧？秦婉嫣把他和上官灿追到的那个院子的地址写了下来，然后交给穆无伤。穆无伤接过纸条瞥了一眼，然而他到了门口，他想到了什么，将自己的令牌丢给了秦婉嫣，留着备用。等穆无伤走后，得了吩咐的谷雨上前，恭喜秦大小姐了，见令牌如见九殿下，有了它，以后就没人敢用身份压您了。行，我收下了。到了天牢，谷雨特意道：秦大小姐，为查出细作，太子找尹娘一事，皇上已下令保密，你且当不知道。守在门口的大太监要通报，秦婉嫣拦下来了，大步走了进去。这丫头怎么来了？拜见皇上、太子殿下。臣女是替九殿下来领罚的。这是什么话？九殿下至今没有抓到姨娘，让皇上失望了，是该罚。可他一刻也没有怠慢，绝对有信心能抓到他。请皇上相信九殿下。一刻都没有怠慢，很有信心抓到尹娘。我看抓捕是假，借着公务和秦小姐你干那有伤风化的事才是真吧。九殿下说他一定能够抓到，太子殿下不去帮忙搜捕也就罢了，还恶意重伤，望皇上明察。秦婉嫣，你和穆无伤在闺房里干了什么好事儿？武郡主和禁军可全都撞见了。穆无伤奉密令追查尹娘主使，理应看紧尹娘的，他倒好，加令封城后就同你快活逍遥去了，错失抓捕良机。哼，父皇，秦婉嫣哪里是来替穆无伤领罪的，分明是仗着您对他的恩宠，专程来蒙骗您，替穆无伤开罪的。丫头，九殿下下令封城后，当真去了你那儿？皇上，九殿下确实是去了民女那儿，只是这件事是有所误会。九殿下去民女那儿，并非如谣传的那般，而是去追捕尹娘，追到了那儿。追尹娘追到你那里去了？那好，本太子问你，九殿下到你那儿是什么时候？午时过后。午时过多久？约莫午时1刻。那怎么又让尹娘跑了？原本是能追到的，但是九殿下为了找出幕后正主，欲擒故纵，如今正在跟踪尹娘。你确定？确定，臣女也见到尹娘了，她是从我家后院逃走的。秦大小姐，今早天还没亮，一听说尹娘被劫，本太子亲自带兵搜捕，今日午时前，本太子就逮着了尹娘。如今尹娘就在水牢里，父皇已见过了。你说你在午时之后瞧见尹娘，
怕是在梦里瞧见的吧？皇上，这不可能。九殿下分明已经在捉拿姨娘，太子殿下抓到的，定是假的。好你个秦婉言，胆大包天，敢蒙骗父皇也就罢了，死到临头还在颠倒黑白。把尹娘带上来，让她好好瞧瞧。秦婉嫣嘴角微勾，很快尹娘就被带上来了。你瞧仔细了，你在秦家瞧见的是长这样的吗？丫头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老实交代，九殿下到底在干什么？这念在你献药有功的份上，饶过你这一回。怎么，你还不服气吗？不服，因为她不是真的姨娘。笑话，她不是尹娘是谁？父皇，她是见了棺材还不落泪。依儿臣看，不必给她机会，先治她个欺君罔上，打30大板再说。她是谁？她这张脸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想，太子殿下最清楚吧。你想说人皮面具吗？不是人皮面具，而是鬼妆。若是鬼妆，他在水中浸泡那么久，这张脸怎么还能完好？看样子皇上并不知晓，有种妆容犹如刺青，可永久保持，遇水遇汗皆不化。给臣女一点时间，卸掉她的鬼妆。既不怕水不怕汗，那该怎么卸？哼，怕一样东西，火。这话刚说完，贾姨娘突然挣脱开压着她的侍卫，被绑在一块的双手朝秦婉嫣袭击。谷雨及时拦下，直接将她压在地上。来人，取火来！侍卫添柴火，火越烧越旺，火气滚滚，热气腾腾。很快，贾姨娘脸上的妆容就化开了，一层一层融化成了各种颜色的汗水。只见这贾姨娘的相貌同真姨娘无一处相似，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人。皇上，今早禁军全部出动，全城搜索，这假冒者却偏偏被太子殿下抓到，这其中怕不是有什么阴谋。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和他勾结。九殿下还告诉了你什么？一并说来。回皇上，水牢的防守独立于天牢，归禁军统领武大勇亲自掌管，陷阱重重，防守森严。据谷雨说，数日前就有刺客来劫狱，被九殿下撞上了。九殿下特意在天牢外密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件事只有武大人及其亲信知晓。来人，传武大勇。参见陛下。太子逮了个假隐娘，差点骗过朕。你可知晓，这假隐娘没让九殿下抓着，反倒落入了太子之手。你怎么看？皇上，属下并不知晓此事，属下追随皇上20余年，忠心耿耿，皇上明鉴啊！来人，上刑！皇上明鉴，皇上明鉴！你最好认真想想，隐娘到底是怎么被劫出去的？皇上，属下当真冤枉啊！皇上明鉴，臣对您忠心耿耿，臣绝不可能做这种通敌之事。还不松口？继续打！皇上明鉴，臣冤枉！陛下饶命！皇上，这件事全是臣女的错，同我爹爹没关系，我爹爹是无辜的。娇娇，你女儿有罪，女儿害了爹爹。女儿在爹爹书房偷听到九殿下在密查隐娘一案，就想借这事儿靠近九殿下。爹爹每逢议事，女儿都去偷听，还偷了爹爹的令牌。皇上，臣女不小心把那令牌弄丢了，不料想被内鬼拾了去。如今内鬼已经抓着了，臣女只是想见九殿下，同他说说话，从来没想过通敌，求皇上饶恕我爹爹。皇上，属下昨夜当班，见了令牌，误以为是九殿下令大将军来拿人审讯，不曾细想，便从边门放行。若论罪，当属下一人担下，
请皇上明鉴。皇上，大将军真是无辜的。糊涂，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，胆敢干出这等糊涂事，真白疼你了。来人，一旨，削去武娇娇郡主头衔，取消所有薪俸，贬为庶民。武大勇，官降一品，停职半年。谢皇上恩典，还不谢皇上恩典？谢皇上恩典。滚出去，朕不想再看到你。武娇娇搀扶着武大勇离开了，只是路过秦婉嫣的时候，武娇娇眼中的怨恨可以沁出毒来。九殿下到。父皇，真正的尹娘已经找到。而他身后却是2个侍卫抬着一具尸体进来。死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儿臣追踪尹娘寻到窝点，正巧撞上幕后正主。当时情况紧急，为避免尹娘泄密，儿臣只能将之射杀。虽被正主逃了，但抓得数名同党，皆已审讯。幕后正主是何人？穆无伤递上一个断裂的狐狸假面。百草山，萧氏。竟是百草山的人。萧长恨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萧氏1年前已经易主，家主非萧长恨。怎么回事？1年前萧长恨突然病逝，有人杀尽萧长恨妻子，夺了家主之位。这个人就是萧长恨私生子萧无欢。此人野心极大，狡诈如狐。儿臣揣测，他或许将我苍岩视为萧氏向北扩展的拦路石。向北扩张，呵呵，野心果然不小。朕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。这次事情，九哥办得不错，婉嫣这丫头也出了力。看来，九哥你给自己挑了个好皇妃。谢父皇夸赞，这是儿臣该做的。康治皇帝走后，穆无伤朝秦婉嫣看来。谢了。记住你我的约定。不好奇本王为何要杀尹娘？我不喜欢麻烦，不需要让我知道的事情，你就别说。穆无伤也不再开口，一直跟他往外走。上车。穆无伤也上了马车，把手伸到秦婉嫣面前。处理下。对于你来说不过是小伤，不处理也是可以的。你不是有治愈之法吗？九殿下没那么娇贵，这点小伤犯不上。你就是这样当私家大夫的？秦婉嫣这才抬眼，对视不过片刻，他就拉着穆无伤的大手，故意用力地按压伤口周遭。这里痛吗？你给人看病，就是问人痛不痛？痛觉是人对自己的第一层保护，皮肉疼、内脏疼、筋骨疼，包括味觉里的辣味，其实也是痛觉。痛觉是大夫做诊断的重要参考，一般小痛的话，不算大问题。若是有伤有病却不痛呢？你该如何诊断？这世上还真有一些人没有痛觉，叫做失痛症，感觉不到痛，便不知伤不知病，很危险。病痛的时候，一般大夫也很难诊断。倒是头一次听说这种怪症，这不痛的怪症能治？治不了。可否自愈？不能。对任何疼痛都无感知，还是有特例？有些失痛的人对温度是有感知的，有些是连温度的变化都感受不到。除此之外，没有特例。穆无伤没有再追问下去，径自包扎起手来。不治了？不了。穆无伤闭目养神，可不一会儿便又睁眼看向秦婉嫣。这个女人可也会有小女子的温柔。穆无伤看了许久，秦婉嫣并无察觉。马车在秦家后院停了下来，秦婉嫣下了车，古雨取来了一个礼盒，用黑布包裹着，
颇为神秘。秦大小姐，这是九殿下给老夫人准备的贺礼，还有劳你带到。秦婉嫣垂眸收下。嫣姐，你这也太镇定了。你躲在梁上，我推门的时候你动了2下。嫣姐，咱聊个要钱的天儿吧。聊什么？我们谈个交易呗。没兴趣。尹娘的秘密听不？说。尹娘盗的不是军机。你在场？那可不，木无伤审人的时候可没让我出去。秦婉嫣看了他一眼，递上一叠银票，一把钥匙，苍岩国君代代相传的钥匙。至于是用来干什么的，尹娘也不知道。感情木无伤之前也被老皇帝骗了，根本没什么军机。嫣姐，木无伤没瞒我，便是不打算瞒你。他不会真瞧上你，把你当自己人了吧？没别的事，你就先出去吧。哼，走了。上官灿走后，秦婉嫣思考起来。上官灿的推测不可能是真的，那么木无伤就只有一个目的，试探我。殿下，老奴真的是尽力了。木无伤看着满桌的钥匙，去准备准备，本王要试试他。谁？秦婉嫣。与此同时，已经回到闺房的秦婉嫣突然抬头朝屋顶看去，林审会议突然破窗而出，一个翻身上了屋顶。林审四下搜寻，秦婉嫣也下楼搜了一番，却没有见任何人影。难道是听错了？上官灿呢？这不，口袋里一有银票就上竞拍场去了，让我来顶着。若说败家，秦耀祖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。耳力这般好，不习武太可惜。人和人怎么能荣光与共呢？哼，真是个天真的想法。小丫头，有机会，本尊得好好的教教你，唯我独尊，才是最快乐的事。直到秦婉嫣书房里的灯灭了，萧无欢才离开。孙尚，人和那批金子全都失踪，查不到任何痕迹，会不会是苏皇后那边不慎泄露的？若是提前泄密，木无伤不会同本尊耗那么久，明显有人在暗中帮他。孙尚这么说，莫非有怀疑的对象？萧醉止步，回头朝秦府看去。他不是在府上吗？怎么突然在了？他的嫌疑最大。孙尚，木无伤都没收到风声，秦大小姐如何能知晓？你娘一行人行踪隐秘，她又怎么可能寻到？再者，她不会武功，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接人，还蛛丝马迹都不留？哼，如果我是他，定会派人盯紧秦茵茵，这是秦家目前最大的把柄。这么说，他早就知道我们劫了秦茵茵。这狐狸面具就只在2个地方露面过，除了苏皇后那儿，就只有白日梦了。昨夜走的是白日梦后门，除了钱掌柜和几个小厮，并无其他人。难不成他是白日梦的人？这可是第2次坏本尊的好事了。你说说，本尊是自己收了他，还是直接去找东云商会的老板娘讨人去？孙尚，正事要紧，属下觉得还是直接讨人妥当。他若能为我们所用，那钥匙必是孙尚囊中之物。既已打草惊蛇，就且让康芷老贼再舞一舞那钥匙。本尊许久没见过这么有趣的女人了，本尊想多陪她玩玩，可以吗？别心急，该是本尊的东西跑不掉，本尊还想看看那小丫头还有什么能耐。闭嘴！哎呀，主子，您这手到底怎么了？秦婉嫣的右手整个手掌被藤蔓包裹住，似乎随时都会疯狂的蔓延，将秦婉嫣整个人吞噬掉。
药藤反噬。他所学的玄医以培育药种子为根本，不少药种子需以他的气血培养，久而久之物极必反。都反噬成这样了，还控制得住吗？无需担心。有急件吗？都不是急件，主子还是先养着吧。老夫人令人送了参汤过来，奴婢先端过来您暖个身子，再去备药浴。不必了。你想过法子拦人，这几日谁来都不见。那九殿下呢？来了再说。2、3日下来，秦婉嫣都没有离开过碧云阁。这日清晨，林沈刚打开大门，就看到九王府的谷雨站在门口。谷侍卫，早啊！九殿下有请，劳烦通报。我家小姐这几日身子骨不适，还有劳谷侍卫同九殿下解释解释。林沈，九殿下和你们家小姐有约，你是知道的吧？咱们都是当差的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林沈无奈，只能通报。主子，这随叫随到也得看情况。再说了，瞧他样子，九殿下也不像出什么大事，要不您亲自回了他。不必了。秦婉嫣还是很虚弱，手上的药藤荆棘已退，藤蔓却还在，疼痛一阵一阵的。找来绷带，把手缠得严严实实的，藏在宽袖中才出门。就知道秦大小姐会信守承诺，马车在后面，请。什么病？不，九殿下没生病。受伤？九殿下也没受伤，是府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病了许久，九殿下说了，这天下怕是只有您能治。性别、年龄、详细病史、治疗史都说清楚。这患者是一个年过60旬的老头，是个九王府的下人，摔下枯井，失血过多，虽被救了回来，却昏睡不醒。你果然守信。你果然事多。怎么后悔了？不至于，救人要紧，茶就不喝了。秦大夫，请吧。秦婉嫣把完脉后，能救，需要些时间。多久？2日。秦婉嫣写了药方，按上头的药和水的比例，备好药浴热汤，一次泡半个时辰，每3个时辰一次。明日这个时候，我会过来。好，明日见。1日后，见秦婉嫣进来，他眉梢微抬。最新上贡的秋红，今年最后一批了。尝尝。办正事要紧。秦婉嫣将一颗药种子射入老人的心口，药种子入心，鲜血四溅而出，随着鲜血四溅而出的还有数道藤蔓。九殿下，这……秦婉嫣走近，揪住老者的长须，猛地一扯，竟将一大把胡须全都给扯了下来。假胡子？你同我说这是个男的？太监也算男人？说下去。此脉象缓而不顺，心气绝，乃天生有心疾，不可劳累。这手温润细腻无碱，保养得极好。别说重活，怕是连轻活都很少做。心有疾却能当上宦臣，当上宦臣却能养尊处优到这把年纪。这位怕是自幼跟着先帝陪读的刘公公吧？既然你都瞧出来了，何必费事折腾？救人吧。